殿下，殿下，你终于醒了，奴婢们伺候你更衣可好？奴婢，不是你，哎呦我操！都说我嚣张跋扈，说我没本事，那又怎么样？父皇母后宠着我，朝堂礼法护着我，就算仇人满堂，这东宫之位还是我的。拿着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原主不学无术，废柴一个，还经常恃强凌弱，满朝文武几乎都被他欺凌了一遍。这都什么狗屁开局？而刺杀原主的很有可能是大皇子或者六皇子，如今只能见父皇屁股，先养士臣，再报此仇。皇上驾到！儿臣参见父王。起来吧。老妾，刺杀之事，朕已命飞鱼卫和大理寺协同办案。之前就是太爱慕虚荣，行事嚣张，树敌无数。善意昏迷期间，你知道有多少人上书让朕废了啊？朕也实在是没办法。既然你现在醒了，明日参加轮才大典。轮才大典若能保住储君之位，自然最好；若不能胜出，朕只能废了，做一个闲散王爷，远离朝廷的纷争，恐怕也是好事啊。父皇，这什么轮才大典，他背不背诗？不然呢？这一穿越就背诗，还能不能有点新意了？听见背诗就怕成这样？平日里让你多读书，就是不听。父皇教训的是啊，儿臣不善背诗。李白、杜甫都是我后台，至于策论、历史经济，我一个现代人那更是样样精通，跟你们比，哼，哥还怕你考这个？太子殿下驾到！这东宫作威作福也就罢了，这草包却又来这轮才大典。如今南方大水，北门寇边，战火连绵，流民四起。看来父皇急需各类人才出谋划策，安定四方，所以这才办的轮才大典。儿臣参见父。免礼。陛下与群臣都在，如此庄重场合，身为储君，竟如此失仪。太子啊，你没用早膳吗？要不要朕让御膳房再给你煎2个鸡蛋呢？不用，咱亲爷俩不用那么客气啊，我吃这个就行。太子殿下既然未用早膳，还有伤在身，像这种耗费心力的场合，还是莫要参加了吧，免得病上加病。闭嘴！怎么跟太子殿下说话呢？太子殿下，张兰素来心直口快，若是她有些地方得罪了你，那本王替她向你赔个不是，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吃不吃早饭跟你们几个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嘴怎么那么贱呢？他妈一个个的呀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这是让着你们，知道吗？行了，既然你们不识好歹，那我摊牌了。这满朝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垃圾。父皇除外。哎，这个王瑞和他的党羽无非是想激怒。哼，开玩笑，老子可是大言头号顽固，脸面。既然你们不想要，都别要了。太子殿下，连2位副考官
文坛泰斗的张大人、徐大人都不放在眼里吗？哪个是张大人、徐大人？啊，我当然是谁呢？原来是皇兄的2条狗啊！陛下，臣研习学问20载，纵无寸功，但也算得上为国家殚精竭虑。今日受太子此等折辱，陛下若不为老臣出头，臣请告老还乡。陛下，臣附议。行了吧？哎，你说你们2个在这朝廷之上哭爹喊娘的，不就是想让陛下废了我这太子之位吗？陛下，臣等绝无此意。臣等绝无此意。都别装了啊！趁着这次遴选啊，咱们打个赌。倘若本宫赢了呢，你们2个就脱下官袍，趁早滚蛋；我要输了呢，我就退出东宫。如何？殿下此言当真？请父皇做个见证。陛下，臣应赌。臣也应赌。就这智商，看来政敌的左膀右臂。既如此，就按太子所说，各自入座，开始遴选吧。此次遴选，先诗词，后策论。袁海，此次论才大典，诗词题目为边塞，以炷香为限，开考。边塞时，1个月前北蛮犯边，主战的父皇与主和的朝臣僵持起来，这是要借题表态，敲打各方。可这浩瀚的诗海，选哪一首好呢？哎，有了！提笔就写，毫不构思，恐怕这成品像路边的狗屎一样。倒要看看能写出什么诗文来。时辰到，收卷胡明。这有些人呐，没什么本事，非得装。这要是输了，这皇家的脸面可就都丢光了。本宫那儿还缺一个司马的太监，要不你把铃铛摘了，到我那儿看呢？你别得意的太早，等你丢了太子之位，我看你如何修成。皇帝，张兰失言，可是你身为太子，是不是该有些分寸？你聋了？他刚刚辱骂咱们皇室宗亲，没听着吗？还是怎么着？骂你丢枕头，你属王八的。都说了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，想赢我，做梦去吧！奉陛下与多位学士品鉴，此次诗词头名为《从军行》。竟然不是我做的出色，是谁？谁敢在这个时候怪我？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殿下，好诗啊，我们赢定了。殿下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子，此诗气势磅礴，必将流芳百世啊！闭嘴！奉陛下旨意，拆胡明。此诗作者是我。哎，吞吞吐吐成何体统啊？给朕念清楚！回陛下，是太子殿下王安。怎么可能？好，听到了没有？刚刚念的是我的名，你说你刚刚你站起来干啥呢？好啊！不愧是朕的太子。太子殿下大才，一首诗而已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哎呀，这大言的文坛是真他娘的贫瘠啊！陛下，太子殿下肯定是作弊。他从前写树杈诗都只能写成“哎呦我的妈，好大一树杈”，
这种人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好的诗句啊？陛下，以太子以往的风采，这诗怕是恐难服众了。那依张大人所言呐，请陛下现场出题，若太子殿下能现场作诗，定能服众。太子，你可感应吗？你可感应吗？做呀，必须要做。父皇，儿臣便即兴创作一首《满江红》赠与父皇。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下。抬望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大言迟，犹未雪，臣自恨。何时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去？太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廷去。好啊，好！太子，这果然是一首好词啊，写尽了朕的雄心壮志。父皇，儿臣这是有感而发，咱们父子连心呐。这首词几乎写尽了大燕几十年来的征战兴衰，满怀激烈、悲壮、激昂。他何时有这种才能？朕宣布，此轮诗词获胜者太子王安，诸位可有异议？多谢父王。既如此，那就下一轮策论。方才太子作诗倒是提醒了朕，此次策论就改为殿前奏对。考题是：近2日有2万流民涌入京城，治安混乱，案件频发，如何治理？怎么是流民啊？我背的是复活签名册啊！谁懂怎么管流民啊？完了呀！怎么，诸位小卿家没什么想法吗？太子，父皇，老六不厉害吗？让老六先说吧。惠王，父皇，此策论不难，不过儿臣觉得还是让太子殿下先来作答为好，不然我怕太子殿下没机会表现呢。陛下，这太子殿下身为皇子之首，何以借故推脱呢？还是说这太子是诗才斐然，文章锦绣，但对这治国理政却一窍不通，胸中空无一物啊？还何故？实话跟你说，我就是信不过他，我怕他抄我的。太子殿下，你未免太过自大。就你这种才能，你即便是让本王去抄袭，本王都不屑。那既如此，这第1名，儿臣就当仁不让了。好，惠王说说你的想法。流民之患根源有2：北疆战祸，南方灾荒。儿臣有3计：第一，开仓放粮，施粥保命；其2，调动陈兵卒，协助巡查司镇压捕乱。这第3呢，以流民治流民，让其威望者分发粮食，政府监督即可。妙啊！以流民管流民，以省官府之力，厉害呀，殿下！惠王殿下思虑周全，此计可行。殿下高见。太子啊，那再说说你的想法。父王，这老六的计策呀，看似华丽，但其实那是祸国殃民呐！有脸斯文！惠王殿下之策堪称完美啊！莫不是太子殿下有什么良策？还巧了，我还真有对策。这惠王府中幕僚过百，此次策略更是众人推敲所得。
太子他孤身一人，就算他本事再大，他都抵得过这本人何力吗？那就请太子殿下指教一下。以流民管流民，此策用于西南部落尚可，但若是用于流民当中，则会滋生出土皇帝。尔等想一想，钱在他们手里，刀也在他们手里。今日管100人，明日便想管1000人。等他们学会收粮、会断粮、会囤粮之时，百姓是听他们的，还是听官府的？皇兄啊，你这是替谁养的？还有2位大人如此推崇此计策，这是着急给新朝当开国功臣。父王，儿臣绝无此意。陛下，臣等绝无此意，臣等绝无此意。究其根本，此策更是华而不实。除了喂上一口粥之外，这流民还是流民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不劳而获会让人生出惰性。等到战事结束，他们谁还愿意回到原籍？即使强行遣返，那这些人惰性已成，谁还愿意耕种？来吧，太子，那说说你的良策吧。回父皇，儿臣的良策就在于4个字：以工代赈。工代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让流民自力更生，让他们知道这天底下没有吃白饭的道理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，既能让他们创造价值，又能让他们免生惰性。陛下，太子此策，他简直就是荒谬！这些流民全都是体弱多病之辈，这如何做工啊？这不是要人命吗？这就算流民有力气，京城哪来上万之类？本地百姓尚有无业者，更何况流民？太子所言，属实是无稽之谈。本宫既然提出了这个计策，便自然有职位安排给他们。你说我这个计策是漏洞百出，那你这个不是千疮百孔吗？都住口！太子，父王听旨，朕命你2人各自领1万流民，以各自之策治理，期限1个月，解决流民之患。成绩优者为本次遴选，最终获胜者，朕不会提供任何援助。我操！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你让我赈灾？人手倒是也不缺，东宫校场不是还有群兵痞子吗？儿臣领旨。儿臣领旨。以工代赈，若交与能臣，或可一试；可让这纨绔亲自来办，他懂政务吗？而惠王殿下麾下人才济济，资源丰厚，治理流民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一局胜负已定。太子本来是父皇从边疆调过来的百战精英，硬是被元主养成了一滩烂泥，血性但骨子里那团火应该还没转灭吧。最大的钉子就是他了，林家的将，心高气傲，满脑子的沙场功名，却被硬按在这东宫混吃等死，被我这废物太子怕是恨得牙痒吧。也行，一个带刺的孤狼，总比听话的狗强。刺儿头是吧？老子专治各种。我他娘的，给老子滚过来！这不是咱们的太子殿下吗？怎么在外边玩够了，来军营里取乐来了？太子位本来就是本宫的地方，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父皇命我前去治理流民，你明日带200人前去随我维持秩序。治理流民？开什么玩笑！让这个纨绔去治理流民，这不就是让他去欺男霸女吗？殿下，您平时小打小闹就算了，但流民们已经够苦了，您就别再折腾他们。是啊，
我们都是上过战场杀人的汉子，岂能对自己的百姓下手？请殿下开恩。请殿下开恩。都不想干了是吧？行啊，那明日我便上书父王，就说太子位不思进取，荒废操练，原猛虎营解散。末相领命。解散。打听清楚那个混小子是怎么把林墨云收服的啦？陛下，是太子殿下威胁将士说，要是不听话，便请旨抄家。胡闹！谁给他的权利？陛下息怒，奴才听闻太子对外宣称，这是皇城特许。这个混小子，连朕都敢算计。启禀陛下，宰相张大人、兵部尚书耿大人于殿外求见。这帮老家伙，仗着自己资历老，动不动就给朕甩脸子。朕作为天子，岂能与他们对骂？既然如此，朕就给他们找一个对手。李元海，奴才在。传太子即刻在御书房觐见。北门来犯，你们一句大不得，就把江山的安危、社稷的重责全部推卸出去了吗？陛下，如今国库空虚，天灾不断，大军粮秣从何而来？陛下认个输并不丢人，况且北蛮要的并不多，将北部18镇权且割让，再许以重金，这北蛮必退，咱们就当是打发叫花子了。是啊，如今这个世上哪里非要拼得你死我活的斗？陛下总以为血性可以换来太平。先帝在时，每年给北满卷3万匹，银10万两，边境不也安稳了20年吗？若是陛下执意要举全国之力打一场无胜算之仗的话，请免去臣的职务，臣绝不误国。住口！住口！住口！这谁他娘的惹我父皇生气呢？父皇，息怒啊，息怒！依2位大人所言，这北蛮确实厉害，确实打不得。虽然书读的不多，倒是懂得顺势而为。顺势而为吧，不够。我认为啊，咱们大言所属百姓就应该向北蛮举手投降，磕头认错，然后欣然接受人家的统治，这个才叫做顺势而为。混账！说的什么混账话！太子殿下，此乃狂逆之言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大逆不道？这会儿想起大逆不道了？那你以下犯上，顶撞陛下，算不算大逆不道啊？你为了一己私利罔顾江山社稷，算不算大逆不道？这你割地赔款、卖国求荣，算不算大逆不道？哎，对了，刚刚张大人说什么来着？北蛮要的不多，他要你媳妇儿，他要让你刨你家祖坟，你刨不刨？他要让你下跪，你跪不跪下？这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陛下，儿臣认为，如今的大言朝廷就像是一个被蛀虫掏干了的树，你看这一个个吃的是老板肠肥，肥头大耳，膘肥体壮的，真是有事儿让他们出钱治理，他们又置若罔闻。儿臣提议，这仗必须要打。哎，谁要是反对，咱就抄他们的家，拿去赔款。他们有钱。老秦，怎么给丞相大人说话的？注意尺度！你简直是强词夺理！大军开拔，100万军资从何而来？是啊，除非陛下除了100万军资，否则臣等死谏不休。区100万军资，用得着我父皇出手吗？若是本宫筹得了这100万军资，又该如何？那臣等自当全力支持北伐。你要不要脸？我筹得钱了，你又支持北伐了？这样，明日早朝，我若是筹得这100万军资，你们两个就乖乖的把你们身上这身官袍脱下来，滚蛋！那若是你做不到呢，又该当如何？那本宫自愿退出东宫。自不量力，一个废物太子上哪儿筹钱？
臣应赌。你二人退下。你给我过来。哎呀，父皇啊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100万军，你张口就来，如何筹啊？父皇放心，那个呀，不是现成的100万军粮吗？父皇，儿臣认为啊，这筹钱呐，乃是解决燃眉之急，但是这后方的流民安置，这才是固本之策呀。所以儿臣恳请父皇准许我先行前往难民营，对其进行安置。可千万不能前方战事未平，后面民生在乱。仗要打，但是国本更不能乱。你能看到这一层，朕心甚慰。不够再来。来的可真够早的呀！可惜了，这里的流民已经都被本王安置完毕了。刘统领，把这些流民给我划一半过来。是。慢着！你还敢强抢不成啊？见到此剑，如见父皇。跪下。盗用父皇佩剑。父皇有旨，你我2人各管辖一半的流民。你要是有意见，去御书房找父皇告状去。刘统领，动手！哎，轻点儿，轻点儿。走吧，去下个地方。苏家丝绸巨贾，掌舵人苏沐遮父母横死，内乱夺权，一介女流，3年让苏家更上一层。我要的就是这样的盟友。何况他手握金山，人嘛更是一绝。殿下，您刚才带我们抢流民，难免会激起民愤，现在要带兄弟们来这儿抢，您到底是要干什么？你看。你又着急，你呀就把心放狗肚子里吧。东西带了没有啊？不错。民女苏沐遮参见太子殿下。沐遮，好名字。殿下，抱歉，本宫失态了。苏小姐，本宫此次前来呢，是想卖娘宝。诸位请看，此剑乃是陛下昔日征战所用的佩剑，看一眼，100万两。100万两！殿下，您这不是明抢吗？殿下，不是说好不抢了吗？哎，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都这么着急，苏小姐不要误会，本宫欲通商天下，建立丝绸之路，而这一眼便是皇权特许。这100万两银子作为苏家入股的银子，如何呀？一个纨绔，竟敢放这么大话！殿下说的倒轻巧，不知殿下有何能耐，竟敢言商通天下呀？就凭一个配方。配方？这个便是你苏家的昆仑子吧？正是。此乃我苏家新品昆仑子。为了这昆仑子，我苏家可是寻遍了3州5郡，找了3年，这1匹布便可抵半座银。这紫色满朝染坊，除了我苏家，
便无人能出。苏小姐，本宫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昆仑子色泽矮板，毫无灵气，在本宫眼中如同垃圾。你太子殿下如此说，想必是可以染出我家昆仑子了。染不出来，如此垃圾的紫色，本宫真是毫无头绪。不过，本宫能染出来比这个更好的。太子殿下既这么说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各染一匹紫绸，2个时辰为限。若太子殿下赢，我苏家便可奉上200万元；若殿下败，烦请太子殿下公开道歉，切勿再口出狂言。好啊，殿下，此物真能染紫色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叫石蕊第一，你认识吗？你哪那么多背什么呀？你就跟在我身边，好好看，好好学得了。苏家的昆仑子是点石成金的绝技，太子一个连染缸都没摸过的人也敢来比，这不是自取其辱是什么？小姐，如何？还是按照您之前配好的方子，伙计们正在上色。这次咱们用上了最好的矿粉。好。不过，小姐，殿下那边正在煮草，故弄玄虚。我苏家岂是那野路子能比的？这紫色，屌吧？你学点好的行不行？小姐，成了。小姐这紫色，怕是瑶池的云霞染的，凡人见一眼都是福分。殿下，您染的绸布呢？啊，殿下，您不会不知道紫色怎么染吧？没关系啊，殿下，这紫色啊，莫说是东宫，就是与我们苏家齐名的顾家，耗尽了半辈子的心血，也没染出半分。如今您是御以晨露教沧海嘛，殿下没关系，说给我们家小姐啊，不丢人，不丢人，我们嘴严，不会往外说啊，不会往外说。谁说本宫输了？小玲来了。诸位请看，哎呀，本宫稍微认真了一下，便染出了这紫布。此布可有名？墨遮为黛色，天霞作清明。此布名为天霞紫。天霞紫，紫中藏红，像是活过来似的。这般技艺，就算随便扶个小商家，都能直接压过苏家和顾家。紫色丝绸本就是宝物，若是真能商通天下，将丝绸卖往四海，那会是何等财富！太子殿下，礼物请。殿下，是民女说了，我苏家愿奉上200万两，任凭殿下差遣。一半运回宫去，另外一半就作为你苏家的股本吧。另外，你们苏家需要配合本宫安置流民，在此开设宫坊。宫坊？殿下何故要安置那些累赘？苏小姐，你错了，他们不是累赘，他们是劳动者，是工匠，是未来商路的根基，更将是我大燕的百姓。苏小姐，
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殿下可命人去取银子。啊，小玲。对了，苏小姐不如随本宫一起回去吧。哎，本宫这风评啊，你也知道，最近不太好啊，怕有人污蔑。正好呢，我们可以回去打一个广告。广告？何为广告？怎么给你解释呢？就广告吧，就是。不好了，殿下，皇城门口跪了一群流民，说是要告您的状。告我的状？有意思。陛下，打仗空耗国力，罔顾民生，此乃误国误民之策。丞相，莫要忘了你与太子的赌约。若太子筹到钱，北蛮必罚。陛下觉得一日之内筹100万两，这可能吗？少年人心浮气躁，若是能够安置好流民，已是功德。至于这打仗的银子嘛，莫说是一日之内筹银100万两，绝非可能。即便真有，那也是搜刮民脂，竭泽而渔。太子年轻气盛，只知逞强斗狠，他何曾真正的体恤过民间的疾苦？朕的儿子，朕自己清楚。更何况，反观惠王殿下，自从负责安置流民以来，凡事亲力亲为，节用宽民，深得人心。这才是我朝储君应有的仁德与担当。惠王殿下求见。拜见父皇。老六，何事啊？父皇，儿臣要弹劾太子，违背民意，欺君罔上，假借皇命强行将儿臣收拢来的流民掠夺到他的麾下，这是流民怨声载道啊！陛下，太子此举岂不是不把人命当回事？由此看来，惠王殿下才是真正的众望所归。服役。父皇，现在已有流民跪于朕面前，集体请愿，状告太子。什么？谢谢太子殿下，谢谢，多谢太子殿下，这哎，应该谢太子殿下呀，这种好这就是你说的签名请愿？父皇，他们方才明明在这里请愿的，一定是太子，他威逼他们，所以他们才装作无事发生的。太子，太子，过来。父皇，有人说今日百姓签名请愿，欲状告于你啊，你有何话讲啊？父皇，儿臣觉得这种事儿，您得亲自问他们啊。朕来问尔等，正听闻尔等欲告太子，可有此事啊？我们啊，不是来告太子的，我们是来投奔太子的。你胡说！你们刚刚明明领了本宫的粮。朝廷有规定说流民不能转投他人吗？那尔等为何要转投太子啊？太子殿下不仅给我们每个人银钱安家，还说要给我们安排活计呢。是啊，挖耳买馍有钱了，俺们心里就不慌了。行了行了，不用过度感恩啊，大家该忙忙去吧。谢谢太子。惠王啊，你呢给他们的粮食，那才能吃几顿呢？而我给他们寻找活计，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，自己赚钱。有了钱呢，便可以耕地租房。你那个粮啊，吃完就没了。然而自力更生的流民，却可以变成咱们大言的百姓。殿下轻易许诺，难道就不怕适得其反吗？
尔等须知，尔俸尔禄皆为民脂民膏，他们所求无非就是吃饱穿暖、屋头有瓦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？若是连这都做不到，当什么官，掌什么权？殿下说的道理虽好，可是还得实干呢。昨日赌约的100万两呢？今日早朝将散，敢问殿下，这银子在哪儿啊？巧了，苏姑娘。太子殿下，请看那边。是银子，100万两，定是太子抢夺民财啊！并非如此，民女苏慕遮可为太子殿下作证，此100万两乃是我苏家向太子购得他独门染色秘方所得，既合理亦合法。此乃契书。苏家家主苏慕遮，太子竟然拉拢了苏家。独门秘方？回陛下，正是紫色难求，然太子之子色如宝光，艳而不妖，满朝染坊无人能及。此法之妙，简直价值连城。此100万两乃我苏家之幸。照苏姑娘所说，那待到苏家印出新品，我皇宫之内也可购得1、2。谢陛下隆恩，我苏家愿为朝廷效犬马之劳。陛下，老臣以为，如今北疆不宁，国库正虚，此巨款应当优先冲入国库，以充军资。丞相所言极是啊，陛下鞭尸为重啊！哎呀，你们两个不要脸！从这100万两出现开始，你们就没有资格说这话了，懂不懂？消停的，赶紧把自己的官服脱下来，滚蛋！陛下，户部漕运皆系于臣之一身，臣若不在，明日国库变乱，这朝堂之上离了臣，还有哪个能够顶得起来？是啊，赌约之言实属戏谈，岂可真信？父皇，所谓军前无戏呀。今日此事是儿臣赢了，那如果是这俩玩意儿赢了呢？他们会放过儿臣吗？朕以为太子说的对，二位都是国之重臣，岂可戏言呢？传旨，张赤炎整兵，即日起剥夺官职爵位，即刻剥去官服，摘去冠带，收回牙牌印信，逐出京城，永不露肉。臣领旨。惠王，儿臣在。惠王污蔑兄弟，杖20，罚俸半年。儿臣领旨。都退下吧。父皇，这个钱是儿臣辛辛苦苦赚的，跟你商量一下，咱能不能稍微不能？别呀，这钱是我赚的呀！此言差矣啊！这钱怎么能是你赚的呢？不是吗？朕的天子剑呢？哪能这样啊！父皇，你这属于过河拆桥。太子啊，适才与君相幸，朕怎么能亏待太子啊？这是100万两。好，朕就给你100两。100两，没有万，没有万，随便花，千万别给朕赏啊！来人，全都拉回宫去。是。哎，殿下，成了，我苏家亦能染出天霞紫了。不错。那接下来便是安置流民之事了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流民们感染了瘟疫。
瘟疫。是，走去看看。殿下，我跟你同去。抬走，抬走。你们几个过来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这位大夫，这瘟疫是何症状啊？回太子殿下，此病似风邪入体，面赤舌燥，咽喉肿痛，流涕发烧，一语成颤。若1、2日内不能退烧，便难了。这症状怎么听着那么像流感呢？此病症看似平常，却药石罔效。此意并非无解。殿下平日里听听曲，用用膳，莫非还比老夫这行医40余载的医术还要高明？莫不是在太子殿下的美酒佳肴里还有华佗的秘方？你嘴挺贱呐，还是你们大夫门槛低呀？40年就学了个阴阳怪气儿是吧？人举斋无乞人，行医40余载。太子殿下若是有什么好的办法，不妨施展出来，让我等看看。你以为你们是谁？殿下又凭什么让你们见识？本宫的名声你们也听到了，本宫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宽宏大量，只知道以牙还牙，再嘴贱弄死你啊！干活去！都说这是个酒囊饭袋，可是这句句见血的样子，这哪像啊？惠王殿下仁德，特请宫廷御医为大家诊病施药，药到病除。你老爷，我儿子烧了3天3夜，眼睛睁着不会说话了，求你救救我儿子吧！陛下的龙体可是御医亲自调理的，区区瘟疫何足挂齿。想投靠惠王殿下的，现在就来。惠王殿下仁厚，管吃管住，吃香喝辣，比起某些人可强得多呢。走，会会他们。跑我这儿来强人，谁他娘的给你的胆儿？这人命关天的时候，你还在这跟我抢地盘抢人？这御医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拿来抢来抢去的。你要是真把百姓放在眼里，就别碍事。这多事之秋，不能商量商量啊。好啊，那你去贵王府给我表哥磕头认输，我就和你商量。你看你这不都自找的吗？这不都是啊？我是啊。去！殿下，抢人是吧？抢人是吧？啊，抢不抢了？哎，殿下，再打下去会出人命的。求求你宽宏大量，饶过小公爷吧！放你娘的屁！你问问吴大夫，老子宽不宽宏大量？啊，妈了个巴！哎，小公爷，你，看来此地主人不欢迎我们。冯御医，咱们走。是。要是再出人命，可别怪我们。是太子不让我救你们。长公子，你不能走！救救我们吧，慈悲，救救我儿吧！非我不愿呀！这太子如我在先，你看这我怎么救嘛？太子之事与我等何干？求您网开一面呀！我们本就是被他强拉过来的，不如投靠惠王。不是，你们真的相信跟着他们就能躲避瘟疫啊？这太医院可是天下医术之首，难不成这太子吃不到葡萄说不到酸呢？诸位乡亲们，你们选择跟着谁是你们的自由，本宫绝不强求。但是本宫能向你们保证的是，留在这儿你们会更安全。本宫有能力治好你们的瘟疫，之后咱们再重新建设家园，带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惠王的条件诱人，但太子殿下的话更实在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，惠王能养咱们一辈子吗？敢问殿下，之前可曾治过瘟疫？没治过。你既无经验，怎敢妄言治病？莫非是要草菅人命吗？你看你说这话不是废话吗？谁天生生下来就会治病啊？那不得先试过了之后，那才会了吗？
哦，我听明白，太子您的意思是，这几百条人命是用来练手，给您添阅历是吧？听清楚了吧？你们这些人命，在太子的眼里，那就跟笼中的白鼠无异。放你娘的屁！我们走。你呢，就跟在本宫的身边，好好看，好好学，将来以后啊，姑娘是。我是月神教的月姬，拜见太子殿下。您就是那位医术高超、被民众视若神明、口碑极好的月神教。哎，太子殿下，有了这些仙女的帮助，何愁瘟疫不灭呀？殿下，按照教义，就只需要殿下首肯，望殿下恩准。月姬姑娘免礼。月姬姑娘，此番真的只为救人而来。我只是奉教主之命前来治病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若是贵教不是真心救人，而是想利用救人换取某些利益的话，那本宫拒绝。殿下，这瘟疫不易治，若真赶我走，您又治不好，会追悔莫及的。难道殿下真的要置他们于死地吗？啊！从这个门呢，出门左转3里地，便是惠王的眼地。他那的人啊，比我更需要人道主义关怀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啊，去吧。殿下，这真的能治得好吗？放心，明日之后便有好转，7日之内便可痊愈。林统领，按照这个单子，把上面的东西采购回来。殿下，您这不是胡闹吗？您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哥要制作青霉素，这玩意儿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。青霉素，可这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。都跟你说了，跟着我，好好看，好好学，少说话，多办事儿。我告诉你，别废话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多耽误1秒，死1人都算你的。赶紧去。是月姬姑娘。月神教月姬，见过张公子。哎呀呀呀！这月神教高人驾临，有诸位相助，瘟疫定除啊！张公子过誉了，咱们还是先诊治病人吧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小女子听说你们已经找到了治人的法子，不知道能否看一下方子？快上方子哦，请过目。此方我觉得不妥。不妥？我等皆是杏林国手，此方安全可靠啊！你放心，致死几个流民无妨。张公子何出此言？难道流民就不是人？难道流民就不配活着吗？唉，都变成流民了，那还算什么人呢？死人了！治死人了！死几十个，怎么办啊？殿下，给条生路吧！若嫌弃我们是人类，让我们去吃啊！放过这些孩子吧！殿下，收集这些连牲口都不吃的东西，是视我等如草芥吗？对啊！乡亲们，你们误会了，这些东西啊，就根本不是给你们吃的，是给你们用的。二位大夫想必非常擅长制药吧？略懂一二。不错。吴兄啊，这真是咱们杏林中人该干的活计吗？医者父母心，呱呱。
就当咱这为父为母的替孩儿们去除这阿杂之物了。这哪是孩儿的阿杂之物呀？这简直是从18层地狱饿了800年呢！快点，殿下等着用。啊，哎，可清热解毒的人中白，是尿液；清新明目的夜明砂是蝙蝠粪。此物这必有奇效啊！哎呀，这老大夫手法就是不一样啊，绿毛刮的就是均匀。苏老板怎么还在这儿？想看看殿下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殿下在想怎么把人折腾弄死。林统领若真这么想，就不会陪他在这折腾了。殿下，你找我？你来得正好。你呀，把这些陶罐内外都清洗一遍，用沸水煮过。再把这个木炭敲得越碎越好。都听到了。成了。这又治死几十个人，冯月这个老匹夫，牛皮吹上天啊！月姬那女人有点本事，还藏着掖着，这恐怕是要把我拖下水啊！少爷，太子那跑来百10个流民，求我们救治。当真？那还不赶快叫过来问问什么情况？快！是。陈公子，太子他不是人，竟让我们吃发霉长毛的东西，他是治病的吗？他是催命的。没错没错，还得是惠王殿下靠得住啊！发霉食物之药，这消息不是最能转移那些言官的视线吗？王安怎么比我还能做呀？哎呀，这太子拿发霉的食物给你们治病，那可是要命的东西啊！他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啊？惠王才是真的想救你们，不像某些人，这嘴上说的好听，背地里啊把你们当草啊！放心吧，既然来了，就在这儿好好待着。谢张公子。下去吧。速回京城禀告我。快，快去！是。正常步骤应该验菌试药，7天可出结果。可等那么久，人都死光了个屁！直接拿病人试吧，我又做不到，只能赌一把，自己喝了。可是赌输了呢，这。殿下，这个青梅什么的，真的可以治愈瘟疫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原则上青霉素确实是可以治疗瘟疫。当然了，原则上本宫也不太确定他妈做出来的到底是不是青霉素。就我这么说，你能理解什么意思吧？那你是没原则。殿下，月神教月姬姑娘求见。万山有请。月姬拜见太子殿下。不用多礼。月姬姑娘，此时拜访，远道而来，一定非常辛苦吧？来，我这儿呢比较简陋，也没什么可以招待的，便以1碗清水待之，还望月姬姑娘不要嫌弃。多谢太子殿下，只是我暂时不可。说吧，这么晚什么事儿？殿下，您当真要用发霉的食物来诊治流民吗？确有此事。此事事关千万性命，岂可儿戏？请殿下收回成命，
将刘明交与张公子那边诊治。冯院判已有眉目。冯卓，他那边要是有眉目，他能一次死几10个人？诊治有损伤乃是常事，但以太医院之力，终会攻克。殿下之法，实在闻所未闻，风险太大。本宫之法虽险，却敢以身试之。冯卓他们呢？敢吗？殿下，臣以为月姬姑娘所言在理，此药就连殿下您都无实作保。若出事，陛下怪罪下来，将无人可看。凌统领是在担心本宫啊，还是担心别的什么？卑职只以天下苍生为荣。那你喝呀。殿下，殿下，卑职有罪，主莫臣死，卑职愿与殿下共生死。你们这是在以身试药？不然呢？月姑娘，这药不仅可以治病，女人喝了美容养颜，男人喝了滋阴壮阳。月姑娘，要不也来上一碗啊？此人表面看似玩世不恭，但既然肯为了百姓以身试药，他怎么会是玩物呢？殿下今日所作所为，实在出乎月姬意料。既然太子殿下愿意为了百姓以身犯险，月姬不才，愿护殿下一夜。一晚上都没死，本宫成功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情况啊？去给本宫叫100个病患过来，告诉他们该吃药了。是。罗生礼部尚书贾希言为从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统领中书省即宰相之职。罗生兵部右侍郎曹薇为兵部尚书。众爱卿可有异议啊？好，既无异议，此事便定下。陛下，臣冒死启奏。讲。陛下，刘民营疫病横行，太子却驱逐御医，用霉变、糖种等污秽之物假冒药材，强行灌给染病百姓。陛下，太子这不是在救人，这是在杀人的！发霉之物强行灌给百姓，如此阴狠残暴，天理不容啊！陛下，宦官惠王重伤在身，仍连夜召集御医研制药方，这是在从阎王手中抢人命。再看太子拿人命当儿戏，把百姓当成试药的牲口。陛下，那流民营里躺的不是蝼蚁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大燕子民呐！陛下，陛下明鉴，惠王殿下爱民如子，甘愿自身受杖刑之苦，亦不愿见百姓丧于疫病。反观太子与亲手屠戮有何异议？臣请陛下即刻下旨制止太子，将其击打问罪，以正人魂，以正国法。请陛下以正国法。张御史，空口无凭啊！父皇，儿臣这里有铁证，乃刘明联名壮士100余人的手印在此。
太子他在活生生的人的身上实行妖术，还请父皇明鉴。陛下，请速下旨阻止太子，按律治罪。陛下，按律治罪。陛下，张御史所言虽利，但终究仅凭的是一人之言和百人联名，人命关天，还需慎之。魏王，您仁得这百官接见，但太子到底有没有虐民之举，还需实地查验，方可不枉不重。家相言之有理，众爱卿，领圣。家相，那些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命，不是你玩弄权术的筹码。本王何须造假？每一声哀嚎都是真的，每一句被抬出来的尸首也都是真的。魏王殿下，老臣只是说了，人命关天，还需实地查验，您何必自疑？袁海，调200禁军，张征，朕命即刻前往太子营地，实地查明真相。若他真做出此等事情，立即叫停，代为问话。遵旨。臣领旨。父皇，若是太子有罪的话，其麾下的流民将无人照管。儿臣得到太医院院判封卓的消息，今日便可攻破瘟疫药方。儿臣恳求父皇，让儿臣去救治流民吧，免得生灵涂炭呢。准。不过你若也治不好，一同治罪。儿臣定不辱命。姑娘，听叔叔的话，你生病了得吃药，只要你乖乖的把这个药喝了，你的病就好了。乖。这都发霉了，这喝不得呀！怎么就喝不得？这个是治病的药啊，这个是你姑娘的，这个是你的。这明显发霉了，这真喝不得。太子殿下，你就饶我们一命吧！你看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啊？你们不要害怕，本太子用人格向你们保证，这个是良药，一喝就见效啊！他哪里有人格啊？还拿人格来保证？对呀，说什么话呢？什么叫本太子没有人格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再对我不尊重，我小心我不客气。呀，好，不喝，喝药吧。走。太子殿下，陛下有命，严禁使用这明辨之物。殿下，请随我回京复命吗？为验明真伪，我看谁敢动殿下！太子殿下用的霉物是为救人，他甚至不惜以身试药。这是流民的联名状，白纸如见。你。且陛下口谕在此，诸位，这是要抗旨啊？行了，本宫随你们走一趟。下官感谢殿下体谅，请吧。等会儿，张大人，去之前呢，还请张大人随我去惠王的营地走上一圈。你这光查我一个人是吧？人家那边也看着病了，也用着药呢，对吧？你不能光查我一个人，只许他告我，不许我怀疑他。
陛下没说茶颜惠王呀？陛下没说，你身为御史，这些可都是涉及到人命的议政方子，你却只查一边。张大人，这是秉公啊，还是徇私啊？这没我什么你这我这，走吧，走吧，在这儿等我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味道甜腻中隐着涩苦，分明是罂粟核啊！他们竟将这等蛊惑人心、暂压痛楚却遗憾无穷之物混作解益之药，这药有问题，都别喝了。哎呦，太子殿下，自己控制不住疫情来偷我方子？王元潘，本宫问你，这药方子里边你是不是放大盐葫芦吧？这药方子里边你是不是放大盐葫芦吧？殿下此言何意啊？下官不明白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给我交出方子。怎么，太子这明抢不成，改诬陷了？我们那个药可是救命神药，不信你看啊。乡亲们，感觉如何呀？神药啊！喝了浑身舒畅，有精神，病都好了。谢张公子，谢冯大人，真是活菩萨。你看，事实胜于雄辩，都说好，就你说有问题。我看你呀，才是那天下第一蠢货。张御史，这小子是不是刚才骂我呢？哎，你身为监察御史，纠正风气是你的职责。现在，此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辱骂储君，你是选择包庇呀，还是直接拿下呀？啊！来人！将他拿下！哎，你，张上，我表兄可是惠王。他说他表哥是惠王，是惠王殿下。那我还是太子呢，惠王多个啥呀？带走！走！玄红颜！哎，你等会儿。对，帮你。那个，不害怕，您那药方我也得一并带回，仔细详查。哎，提前说好啊，你要是涉嫌使用违禁药材，令人神志昏聩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大罪。带走吧。带走。哎，放开！哎，殿下，殿下。行了，回去复命吧。陛下，臣冤枉，求陛下为臣做主啊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荣国公之子，你何冤之有啊？张御史，你来说说吧。问你吗？回陛下，张公子确有言语冲撞太子殿下之处，且其药方效力存疑。臣为了安全起见，一并带回，请陛下明断。哦，冲撞太子？陛下，臣怎敢羞辱太子？臣只是质疑太子以美物治病之法，情急之下有些口重，但是臣都是全系流民性命，臣没有冲撞之意啊！陛下，这张公子也是一片赤诚之心呐，其情可免。小儿争执，朕并不在意。朕是要问，你们的药方真能治疫吗？回陛下，药方已验，张公子已施药上千，这个效果呀显著啊！陛下，这效果是假的。陛下，太子污蔑，此药乃是太医院心血所致，臣敢担保有效。反而太子所用没变之物，臣才万万不敢苟同，还请陛下明察。父皇，儿臣愿将功折罪，儿臣能治。父王，万万不可相信他们。
不然信你吗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京兆府急报，门外死人了，流民激愤，欲聚众冲击正阳门，指明要见太子殿下。一定是太子治死了人呢！父皇，儿臣心系流民百姓，还恳请父皇准许儿臣现在出城指挥救治流民呢。误会了，误会了。京兆府大人说，流民是想请太子殿下去治病，不是问罪，不可能。传，京兆府掌过。见过陛下。怎么回事啊？殿下，今早服药的100余流民病情大有好转呢，流民都求着殿下回去吃药呢。今早未有服药的人呐，现在是后悔莫及啊！陛下，太子之药神效显著，千真万确呀！不想太子还有如此手段。那惠王那边情况如何呀？惠王殿下的营地治死了人了，死者已逾1000余，流民因此激怒，要太子殿下一并诊治，不然就要告御状了。什么？死了上千人？你胡说八道！在来这之前，那些服药的流民明明都有好转，怎么会全部都死了呢？陛下面前岂容你放肆？陛下主子，我臣在来之前确实……今天早晨我便警告过你，罂粟壳致幻，当归沸血，麝香提神，这3味猛药皆用于孱弱病体，犹如火上浇油。但油尽灯枯之时，烛火怎能不灭？傅元盘，你他妈该死啊你！陛下，陛下，臣有罪呀！臣密令智昏，危险药效，此前猛药，才犯下这滔天大罪，臣罪该万死啊！草菅人命，羞辱禽兽！父，儿臣有伤失察，皆被下人蒙蔽啊！陛下，不关我的事，都是冯珠是个奸人。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陛下！二人，打死二人，押入刑部大牢候审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啊！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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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冤枉！陛下！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出去救人！慢慢来，大家都有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百姓们服药后，现下情况已然好转。太子殿下，我们是早上吃药的那批，特来感谢殿下救命大恩呀！要不是殿下，我们父子就没了。快给殿下磕个头！殿下救苦救难，再生父母啊！是啊，是啊。来，先起来。乡亲们，本宫说过，一定会治好你们的病。等到瘟疫结束之后，本宫再为你们寻找商机，让你们扎根在此，一定让你们过比在家乡更好。太好了呀！殿下，我是从贵王那边回来的，也可以吗？不管你是谁的人，也不管你们从哪儿来，只要你们是大言的子民，只要你们真心跟随本宫，本宫一视同仁。谢殿下，誓死追随。我也愿意追随，求殿下收留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殿下有圣，誓死追随。这风沙真大呀！陛下，民心安则天下稳。太子殿下
已有人君之相，将来必是明君啊！你可莫要夸他呀，不让他顶尖，嘴巴不翘到天上去。陛下过谦了，纵臣等不夸，这天下万千百姓的态度，便是最好的夸赞。惠王他们受罚，你如何看呀？陛下，此事您可以问问太子殿下。报！北将军情告急！殿下，兵部曹尚书托人传话，北疆告急，恳请殿下在释放萧秦营统领狄云一事上予以支持。狄云，东烈遇刺时的护卫统领啊，当时本就不关他的事，眼下父皇压了2个月不杀，如今曹威来当说客，怕是朝廷想用这员旧将。回去告诉曹大人，此事本宫应下了。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惠王王睿御下不言，酿成异祸，罚禄1年，禁足3月，禁思己过。荣国公之孙张南协理失当，杖责30，以尽孝游。荣国公教孙不利，罚银10万两，充入太医院署，用于议后抚恤。钦此。此事到此为止吧。陛下，臣有事启奏。讲。陛下，北疆军情紧急，狄云乃善战之将，恳请准其戴罪立功。太子，你看如何呀？儿臣反对。狄云当时护驾不力，致使儿臣险些遇险。儿臣认为，按照律法，应当严办。太子殿下。陛下启用狄云之意，显而易见。太子殿下竟因上回刺杀之事怀恨在心，如今北疆即将失守，他还如此不顾大局，公然唱起反调，当真是自私狭隘啊！太子如此做也好，他失去了圣心，惠王殿下就能有机会重获重用。陛下，臣认为曹尚书所言甚是。非常之时，当用非常之法。狄云乃将才，堪当重用。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既然诸位大臣都力保，那就遵曹威所奏，狄云降职启用，即日起赴北疆效力。谢陛下。太子殿下。您之前当众提出安置流民，以工代赈，这眼看就要马上到陛下规定的时限，不知可有头绪？脚下放心，本宫答应的事情说到做到。哎，曹尚书，曹尚书，这狄云的事情解决了啊，人情别忘了啊。狄将军的事与殿下何干？殿下可是丹田反对。曹大人，太子殿下反对释放狄云，这样惠王的人才会极力附和你。关乎国家安危大事，他们竟只顾党争。无妨。不过曹将军如此耿直之人，能够爬到兵部尚书之位，真是大言之幸啊！我呢也明人不说暗话了，我的太子位需要20副光明铠。铠甲之事，臣来办。爽快！太子殿下让人捉摸不透。你我既已在舟中，当好生助殿下直舵前行。殿下，您上次说要扩大苏家规模和名气，以便于安置流民。穆州这里倒是有了个主意。说说。再过4日呢，便是京城1年1度百花会争夺花魁的日子。
倒是京城必定万人空巷。穆哲想做一下您说的广告。苏姑娘果然聪慧，这广告啊就得蹭这种热度。本宫呢也打算结交粉界的花魁，让他们搞一场时装走秀，替咱们宣传宣传子绸。哎，去年花魁是谁啊？殿下，这是去年参加百花会的各楼头牌名录。去年的花魁是群芳院的红苕大家。这个是谁啊？是洪秀昭新晋头牌，名为云长，年方16、17，听闻风头正劲，前几日还派人去给洪苕送去了几副楹联，名为请教，实为挑战。洪苕苦思半日，竟未完全对出，算是输了一筹。不错，就他了，我亲自去见。可是殿下，就算是云长赢了，可终究他是新人，哪里比得上根基深厚的洪苕大家呢？一个新人敢挑战花魁，就凭这个手段和野心，本宫就欣赏他。更何况洪秀昭资源有限，他必渴求外力，这正是我要找的合作对象。云长姑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！见过太子殿下。姑娘不用紧张，我此次前来呢，只是想问问姑娘，4日后的百花宴，姑娘是否参加？太子殿下问这作甚？莫非要来为奴家捧场？捧场也不是不可以啊，不过我更想与姑娘合作。说来听听。我助你夺花魁，你呢，替我宣传宣传产品。好啊，就按爱卿所说的办吧。太子，你早朝迟到，大殿之上萎靡不振，居然还打起呼噜来了，成何体统？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哎呀，父皇别提了，昨天晚上可辛苦了，我逛了5家青楼啊！你说什么？堂堂太子竟然去那种地方，竟然还不知廉耻的当着满朝文武说出来，真是有辱皇家颜面！哎，这，想什么呢？父皇，昨日我是去青楼跟人谈笔生意，哎，这事儿要是做成了，每年能给咱们朝廷带来几百万两的收入啊！如果是父皇允许啊，那儿臣愿意拿出一部分的收入，充实咱们国库。几百万啊！允许，朕允许你出入青楼。哎，五哥，不可胡来呀！放心，正人君子。好。哎，父皇，这老六去哪儿了？他不会也是去逛青楼了吧？老六没有去青楼，他自请去了司农寺任少卿，历练一番。种地去了啊！种地陶冶情操，令人称羡。陛下，臣要奏永宁县之事。原县令舞变构陷，已认罪伏法。永宁县令一位空缺，曾请陛下速定人选，以安地方。惠王去司农寺历练，臣认为太子殿下也应当去历练。刚好永宁县令暂缺，可以让太子殿下暂代之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此意不错，太子啊，朕看你就去代理县令吧。儿臣禀命。
陛下，3日后便是百花会，这地点恰在永宁县内。这往年嘛是由县衙与商会联合举办，但如今正值多事之秋，再办此会恐遭非议，说朝廷歌舞升平，不顾百姓生计。臣请旨，今年这百花会就进府了。臣附议。真的附议？瞎他妈附议什么呀？啊，人家百花会这几年办得好好的啊，我一上台给人整黄了，那百姓怎么干我呀？会说我无能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本官不担这个骂名，要不然就别让我去永宁县。虽说若是不办，对你这个新上任的县令有损形象，是，但是众位大臣说的可不无道理，朕看罢了吧。为何要做罢安父皇？那大家有没有想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百花会办成一个受百姓爱戴又赚钱的晚会呢？但是无钱可用，你如何去办啊？父皇放心，我呢不动用内库，不动用府衙，不动用苏家1分钱。我要是办不到的话，我这王字儿倒过来写。哎，可不敢发如此毒誓。倒着写，不也是王吗？小月儿啊，好看吧？好看。他好看，你好看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3株百花会的商会撤资了，坊间传言对举办不利，都说由您来办，怕是办不成。放心，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即可。林统领在，你呢？马上跑一趟十威天，安排一下明天中午的宴席。就说本官明日新官上任，要宴请这群富商。是。哎，对了，广汇商会不在此列。属下明白。殿下，您这是？苏姑娘，来看看这个。是。殿下，您这画的什么呀？这也太暴露了吧！苏姑娘这就不懂了吧？这个叫艺术，人体艺术。实不相瞒，这个呀是咱们用作宣传的海报。本宫欲画12幅这种画，凑齐京城12差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让其名声彻底响遍京城。12差？没错。光有画还不行，还需要设计附赠的宣传单。你记一下，百花会设抽奖，头奖紫绸20匹，次奖紫绸5匹，外加头牌独处。这3奖嘛，就紫绸1匹，外加3次雅聚。余奖若干。是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本宫要的就是全城轰动。苏姑娘，烦请你将这些手稿送往印刷社啊，让其赶班加急印出20万份。是。小月，这个送到上宝监，让其按图制作勋章。还有这个是送到军械处的。这是什么？烟花。烟花。可是种在院中的。哎，种在院子上的那叫大烟花，这玩意儿可不兴种啊。这烟花啊，是种在天上的。哎，对了，苏姑娘，这是5万两，还请你代劳帮我挑一些合适的地皮。殿下要地有何用？光解决用工问题是无法彻底安置这些流民的。城东的那片河滩地预期将至，如此一来不是长久之计。穆遮一定竭尽所能，定不负殿下所托。既是安置流民，行善积德，
那我苏家也出1万两，多买一些地。那我便替流民谢过苏家。啊，对了，明日跟这些富商宴席，苏姑娘也一同前往吧。殿下，只是那些富商真的肯买账？放心，这些富商不但会买账，而且他们还得求着我收下他们的银子。你说这太子殿下到底所为何事？是这样说的。太子殿下到。拜见太子殿下。坐吧。不错啊，来了不少人，别紧张啊，别紧张。今日啊，本宫前来是想和诸位谈一笔生意。果然是从鸿门宴为了钱财而来。太子殿下，不是我不想与您合作，只是最近永安堂有些事情实在是……索老板，诸位掌柜的似乎是有点不太相信我。诸位，请听苏某一言，殿下确有经世之才。我苏家前后投入超200万两与殿下合作，此举绝非被迫，而是深信此乃10倍或是100倍的回报之机。哎，耳听为虚啊！小莲，给他们看看。是。这是红苕大家，这画技，这风情，妙，绝妙！尤其是这诗词，简直是风骚啊！各位啊，这个呢叫海报，是为咱们百花会造势所用。诸位有没有想过啊？这百花会乃是绝佳的广告场所啊！只要尔等赞助，本宫可以将你们的产品信息献于千万人之前。让千万人记住这招牌。殿下，这主意妙啊！知道你激动啊，先坐下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啊，这个只是个开始。本官欲整合诸位的产业，通过朝廷驿站之力，将印刷了诸位产品信息的海报发往全国各地，届时诸位的生意便可走向全国。什么？发往全国？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们还可以在全国各州郡开设属于咱们自己的百货部，专门卖我们合作的产品。届时日进斗金，指日可待。而当下第一步啊，便是百花会的赞助。本宫向你们保证，可以一炮而红。谁愿意同往啊？殿下，我永安堂突然没事了，有某约束10万两，信殿下。算我一个，我们也同意。好，让我们共饮此杯，提前预祝各位马到成功。敬殿下，敬殿下。殿下真是好手段。殿下，太子想在百花会上赚钱的消息已经传遍朝野了。笑话，还赚钱？往年的盛会可曾为国库添过一锭银子？不花官役，如此浩大的开销，它从何而来？商人不会做赔本的买卖的。王安懂个屁的经营，不过就是一个顶着名头的纨绔罢了。最近怎么总是这么多虫子？这该不会是
是要起蝗灾了吗？尽夸天下无双艳，独立人间第一香。小姐，12钗里就您穿的最严实，提示最好。那位公子心思不一般呐。胡说什么？小姐，苏家送的东西到了。这紫色，从未见过这般华贵鲜亮的紫，像仙衣似的。号外号外！京城12钗百花会菜奖，祝大奖嘞！却说了太子殿下为图百花会巧设12钗，引得了全城轰动。啥玩意儿？你看这朝廷啊，设置百花会，这头前脚有20匹啊，这是不得了！殿下没事吧？无妨，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明日啊，必须旺。海报上说的不假呀，真有铜钱。太子殿下当真说到做到呀！你呢，只要听本宫的话上去啊，完成本宫给你交代的任务。事成之后，我送你一副光明铠。欢迎各位女士们、先生们，雷德森、杰特们，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欢迎各位莅临百花会的现场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啊！那个，诸位可能不知道，在这届百花会办成之前，差点就胎死腹中，各位差点就见不到这京城12钗了。但是这百花会最终还是成功了，这多亏了我们永宁县的诸位商家，所以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众位赞助商，请看啊，还有这边。哇！哎，你看，还有呢，为了酬谢各位父老乡亲，众商家表示3日之内惠顾，一律8折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先到先得啊！天哪，还有这种好事，我一定光顾啊！哎，真是良心商家，好实惠啊！是啊，这10万两花的真值啊！殿下英明，殿下英明。还有这种好事，我一定光顾。您今日问我太子殿下能不能通过此次大会赚到钱，臣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。啊，你是指那些赞助，但是各项花销一去除，还能剩几个子儿啊？这赚什么钱？不止啊，陛下，您看，这场上的许多人可都是购票入场，仅此一项就已经能覆盖大会所有的花销，赞助可接近是利润。况且太子殿下与周围商铺达成了同盟，日后这商户获利自然少不了殿下那一份。哦，要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小子这次捞了不少啊！依臣所见呐，太子殿下后续会有更大的收益。这个时候那差不多了吧？京城12钗是不是该出场了呀？我为红裳大家而来。好，这常规的表演啊，就到此结束了。接下来的表演呢，也就是最后的最精彩的京城12钗了。想必大家
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吧？红苕羽仙，魅力无边，跟我喝，战无不胜。欢迎大家踏遍千山万水，只为你而来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表演呢，就是广告。广告是何物啊？灵芝堂6味地黄丸，治肾虚，补寒糖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还有姚记胭脂店，24种胭脂给你无瑕的脸蛋哦。这个是啊，不错。南街口养心堂，高僧开光法器，让你们清心少欲，做圣男，挺好。这个是啊，不错。这就是广告，这就是宣传。这尊口六式的广告词真是绝了。魔者，你看啊，商人做大之后呢，他们便会招募人手，他们能够吸纳流民的数量不比你们苏家少。这安置流民之事的根，一半便在今晚种下，剩下的无非就是垦荒、建筑以及修渠。等他们真正安定下来之后，本宫自有办法让剩下的人都有生机。殿下英明。接下来就是整个百花会最精彩、你们最期待的部分了——京城12钗的表演。好！这次花回，诸位心中有人选呢？依我之见，今年有2个变数。哦，一是那去年的花魁红苕，二是那教风式的婉晴，官宦之家，气质出众。依我之见，有人无我之见。云长根基尚浅，进不了前3啊。今日我听说那太子殿下与那云裳姑娘可是有长时间的单独接触。哦，也是。若太子殿下下场助阵，云裳姑娘未必不能夺魁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妨打一个赌。好，走了，有了。婉晴姑娘呢？无名倾城，果然一无倾城了，不愧是婉晴的。今日得以一见，真是不虚此行啊！殿下，怎么了？云裳姑娘下场可能没法上场了。什么？出了何事啊？红苕姑娘说要与云裳姑娘调换一下上场顺序，这是为何？殿下，您看这天色，这个红苕倒是很精明啊，他怕天黑之后影响他的演出效果，想要抢着最后的天光时刻。殿下，您若不准许，末将这便去回绝。不，答应他们啊！可这对云裳姑娘不利呀。无妨，去吧。啊，是。好！真是好看的表演啊！婉晴姑娘的表演也不输上一位啊。但是呢，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经永宁县令准许，红苕大家和云裳姑娘的表演顺序会稍微调整一下。万花偏心啊！这样一调换，这明显偏待红苕大家呀。等天彻底黑下来，灯光不亮，
细节看不清，这云裳姑娘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。对呀，就是。各位稍安勿躁，尽情安心的欣赏表演吧。红烧，红烧，红烧，红烧。这样安排，我的天霞子怎么办？一曲霓裳曲，天涯何处觅知音。声音真美啊！真是不错。红烧姑娘如此主动，我看本轮第一，各位可有异议？什么？不是还有一局吗？姚老板，您这是还在期待那云裳姑娘吗？如今天已全黑，她还如何表演？哈哈哈。请来江中守空船，绕船月明江水寒，江水寒。夜深忽梦少年时，梦啼妆美红阑干，红阑干。好，怎么样？没辜负大家期待吧？是不是很好看啊？这最后一场表演呢，是永宁县衙为了回馈各位乡亲父老与云裳姑娘共同设计的精彩表演，各位敬请期待。这灯怎么灭了呀？灯怎么灭了？这什么呀？这什么灯啊？不知道，这什么呀？哎呦！哇，这么哇！哇，这什么灯啊？这不好看，见过呀！好漂亮！真是太好看了吧！这是什么颜色？这是苏家新出的天涯紫吧？这世间居然有如此华贵的紫色！真是太好看了吧！殿下，这灯光也是你安排的？这光啊，是专门为你设计的，名为天霞光。所谓悠悠天霞光，更配佳人妆。那衣服怎会如此好看？这紫色竟被染得这般鲜亮通透。此舞一出，我苏家的天霞紫必定名动京城。种在天上的花，这还不迷死你？好啊，好啊，好一场百花会啊！真是新颖独特，奇丽大气，可谓是开创了先河呀！哈哈哈哈。云堂，
如此精彩的表演，简直惊为天人。不过看到大家如此热烈的欢呼和精彩的鼓掌，想必大家心中已经有了花魁的人选吧？让我们恭喜云长姑娘！真厉害！就是他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结束了。不，只是开始。接下来，苏小姐在京城的绸缎铺子门槛怕是要被人踏破了。准备好吧，迎接咱们光明的未来。太子啊，盛会已然结束，该给众臣一个交代了吧？太子殿下当日夸下海口，不用朝廷一吻，还要正气。如今盛会奢靡已毕，这钱在何处啊？这百花盛会从来就没有过盈利的先例。陛下，臣可以为太子作证，昨日盛会不仅办成，且盈余甚巨，乃臣亲眼所见。哦，太子啊，究竟盈余了多少啊？陛下，其实赚的也不多，也就300万两。等着。太子竟然赚了300万，往年类似的盛会都是亏本的，还真让他办成。好啊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此次盛会，太子有功，朕许你这300万两，由你随意处置。不过一定要善用此款，莫负朕望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望。好，退朝之后，太子到御书房一趟，朕要与你攀谈攀谈。哎，别，父皇，我这不合适，朕要出去用早膳，这些奏折好好给朕批啊！父皇，你看啊，这些可都是国家大事，我哪懂这个呀？万一我出了什么纰漏，那不完蛋了吗？莫怕，放心批，若有错，朕给你改。快走！哎呀，看看怎么回事。这废物在百花会上出尽了风头，他真当本王是您爷的？表哥息怒，那太子如今得意春风，全靠苏家给他撑腰，那苏家的子仇日进斗金，那太子的染房更是流名齐聚啊。那就砍了他的钱袋子。苏家不是要以蚕丝才能织绸吗？你回去跟舅父说一声，让荣国府在码头扣下他们所有的原料，一粒丝都不准进京。这么一来，断了原料，那苏家的染坊必停，交不出货就得赔钱，那太子的财路自然就断了。手脚干净些。好。苏小姐，怎么了？殿下，荣国府扣了我们10万两蚕丝，说什么也不可还给我们，作坊那边也都要停。殿下，他们还抢了码头，3船货全被拖进了仓库，这是要断了我们的后路啊！什么码头？清河那帮权贵啊，自己建了黑仓库，商船一来就得先紧着他们，给他们卸货交钱。朝廷啊设的水关根本就是个摆设，里头就属荣国府，搞得最大最嚣张。殿下，你得管管呀！这荣国公府是惠王的外公，他们肯定是故意扣了你们的原料，好让你们不能按时交货，从而只能进行巨额赔偿。行啊，那既然他们做初一，那本宫就做15呗，抢本宫的货是吧？我让他们10倍的给我。殿下，切勿冲动。此事就这么定了啊！管家，你呢？1日之内继续安排船去收丝，继续让荣国公府抢。还收啊？殿下，
苏家这次可是元气大伤，可不能再这样折腾了。照我说的去做，去吧。领班，是，走吧。殿下，码头抽成已是惯例，朝廷也并未明令禁止，这也不犯法呀。苏姑娘，坐。苏姑娘想啊，抽成确实不违法，但倘若他们抢的是贡品，贡品一批有南海夜明珠10壶、珊瑚树5对，玳瑁香料若干由水路押送，预计于4月23日子时抵达京城，直接送往太子府。据我所知，临海中的贡品今夜便会运到，我呢准备帮他们送着。这次不单是荣国公府，就连其他几个亲王，我也要将他们连根拔起。殿下，殿下，他们又把货给扣了。好，于一有够，可以收网了。凌统领，随我前去杀他个天下不留！哇呀呀呀！殿下，万事小心。哇呀呀呀呀呀！哎，殿下，殿下，苏家今天又被劫了，真是不长记性。这苏家不知道哪里得罪荣国府，这几10万两的货，怕是拿不回去喽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太子为办事，拿下！住手！呀呵！哎呦！此乃我荣国府重地，没有朝廷文书，我看谁敢擅闯。是我让闯的。殿下，您瞅瞅，你有意见啊？太子挨了30板子，好的这么快啊？少跟我废话啊！痛快的把苏家的符给我交出来，多说一句话，今儿都揍你！揍你哦！殿下，我荣国府建仓纳粮，合理合法，自有地契文书为证，反倒是官府水官盘剥商旅，效率低下。我们为朝廷分忧，为商民解难，合作之用。分忧？你他妈强买，你还分上忧了你？我们明码标价，愿者自来。比起某些人假公济私、偏袒姣好的商贾要强。那苏家自己不识时务，怪得了谁啊？殿下今夜无凭强闯，这才是乱了法度。你说完了没有？我揍他！揍他！哼！拿下！走！你还真敢动手啊！不然你以为我跟你闹什么呢？啊，小玲，哎，搜身来了，住手！太子殿下，这是何意呀？贵王来的正好啊！你表弟呢抢了我的东西，我这不是过来要来了吗？那是苏家的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巧了，我们殿下在苏家商铺有股份。纵有误会，太子也不敢擅自用刑。货物之事，待本王核实清楚之后，自当封。我还等你查，立刻马上开仓！你休想！没有朝廷文书，你这就是明抢！大胆张兰！你私设码头建造仓库，而且还与朝廷争抢税收，你可知罪啊？殿下，这清河码头边上建仓库的不止我荣国府一家，你怎么不去找他们问罪，独独来找我们呢？今天下午，朝廷丢失了一船贡品，是临海州给朝廷进的贡，我们严重怀疑是你们抢的。这绝不可能！我们只扣押了苏家的蚕丝，你这是欲加之罪。哎呀，小玲，哎，来，
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认识吗？知道该怎么做吧？然后呢？开仓。报告殿下，我们发现了碧海珊瑚、东珠、砗磲等物品。这不可能啊！我明明只写了陈词，这是谁伤？哎呀，人赃俱获呀！辉王殿下，现在你还有何话说？表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闭嘴！太子殿下，你想要什么？那我就少要点吧，我就要你这仓库里的所有东西，还有把你这破码头给老子关了。殿下，今日荣国公张承远竟然破天荒的上朝了！啊，他老泪纵横，不说什么不应该私建码头仓库与民争利，还说是因为下人不长眼，误泄了物品，这才酿成了大错。误泄？哼，父皇怎么说？陛下当场震怒，训斥了他整整1个刻钟，还罚了他2年的俸禄呢。国公那叫一个脸色不好，回了府就宣布要永久关闭所有码库了。哦，听说各家权贵聚在一起商量了半天，最后传令关仓，越快越好。他们还说呢，这荣国公倒是把自己撇得挺干净，那这是把我们架在火上烤啊！那我们这仓库还怎么开呀？哎，抢什么不好，非要去抢他贡品，最后还不是连累了大家伙。小月呀，学得挺好。来坐。讨厌。殿下，殿下，彩叶姑娘。啊，殿下，荣国府仓库已清点完毕，现银货物折合近100万两，另外还有数万斤官盐。啊，同时，工部郎中贺大人现黄金100两，百年人参10株，还有户部郎中钱大人现白银1万两，东珠10壶，还有北河伯现白银1万两，玉如意3只，金面佛1尊。殿下，送了这么厚重的礼，连面都不见，就这么走啦？这些人啊，都是来买平安的，见不见不重要。凌统领啊，在。我记得这荣国公府应该是有数万斤的官盐吧？是。好。殿下，殿下，陛下急召。儿臣参见父王。哎呀，老七呀，好啊，不愧是朕的儿子。这帮吸血鬼的仓库端得漂亮，朕早想对他们动手，一直没腾出空来呀。哈哈哈哈！都是父皇领导的好啊，儿臣不过是做点分内工作之事。哎，少废话。这次的收入，我打算28分成。28？你我这多不好意思，你堂堂一国之君，你拿2，你这样，你多来点啊，我少来点。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朕要8成。你别呀，父皇，你别，我这好不容易整的，你少废话。还有这些奏折。惠王殿下求见。见。父皇，请为儿臣做主啊！太子屡次3番派人去我的流民营地蛊惑我的流民去他那里去做工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孙子，看看我是谁？是你！他娘的，跑我这儿来告我了啊！本宫宣判，此乃诬告啊！滚吧！
谁让你坐在那儿的？哎呦，我坐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皇上驾到！你脚就给我放着啊！父皇来了，你就完蛋了！我告诉你，父皇，这御书房的龙仪岂是他想做就能做的？你看他把……父皇，儿臣再三劝阻他，他就是……混账！朕让你批阅奏折，你站着干什么？坐下继续批。哦，父皇，哎，老六，你找朕何事啊？父皇，经司农司检测确认，京城数百里5月将有蝗灾啊！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，快则3、5日，慢则半月。不就是5月初，正是粮食收成的前几日啊！若是朕即刻下令，让京城周边的百姓抢在蝗灾到来之前抢收粮食，能挽回损失吗？回父皇，去年冬季较为漫长，所以导致京城周边的小麦出芽的速度比往年慢了10日左右。近几日正是小麦灌浆的时候，若是提前收割的话，恐怕会减产1半以上。苍天在上啊，朕到底犯了什么错呀？要如此的惩罚朕的国家和子民呢？父皇，减产1半也要比颗粒无收来的强。去年我们为了应对南方的灾情，司农司卿曾经派人去清安州和昌怀州两地，督促他们大力种植小麦。只要京城能够熬过这2个月，待那边粮食运抵，或许有所好转。可是，依旧撑不过秋收。陛下，届时可向民间豪门大户与粮商征粮。不过，那拨人不趁机哄抬物价，一数万系，让他们吐粮出来，恐怕比登天还难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如今之事也只能如此了。3日后，你负责抢收粮食。3天后，我可等不了这么久。明天我就让永宁县享收，变成最低产区。是。父皇，儿臣提议，能不能将儿臣治下的永宁县排除在抢修计划之外？为何呀？儿臣想啊，万一这个蝗灾没有那么厉害，咱随随便便就能灭了呢？太子殿下，你莫要再异想天开了。蝗虫遮天蔽日的飞过，所到之处皆是寸草不生，一夜之间便可将万亩青田啃成光杆。你是说我司农司上下数百号人与这稼穑打了一辈子的交道，他们都是酒囊饭袋不成？还是说你觉得你比他们更有办法来应对天灾？够了，此事重大，老七，你不可胡闹。殿下，凌统领，接下来告诉咱们永宁县的百姓，无论听到任何消息，都不允许提前收割小麦，违者重罚。是。诸位，今日你们前来呢，无非就是为了百花宴宣传当中的天霞子而来。可是吧，这新朝产能有限，恐怕有不少的老板要空手而归了。殿下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不用担心啊，本官还有一条发财的道路，那便是养鸭子。鸭子啊！不是你们玩的那个鸭子，你们误会了。那个，我解释一下，3日内要收购100万只成鸭，由殿下保价包销，死伤照赔。诸位产业遍布京畿，正是最佳的采买人手。冲殿下没把我们当外人，在下也参上一股。草民也曰参上一股，我等也曰我等也曰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尔等快去吧。诸位，请吧。鸭群拾荒，以保良田。殿下
可是为了蝗灾。聪明，只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凑得齐啊。殿下，忙着呢，殿下。你有事啊？殿下，有人啊想请咱们吃饭。谁想请咱吃饭呢？这不送礼不送钱的，请咱吃什么饭呢？您先到前院去看看。啥呀？嚯，这，哎呀，什么时候送来的？殿下，是那些商家把这些全部都买完了，说在10来天等着您吃顿便饭。你看你这事儿办的，让人等那么长时间干嘛呀？走啊！拜见太子殿下。欢迎各位老板。怎么样了？殿下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收了足足上百万只鸭子，都已送到县衙。这还只是第一批，后面还会有人陆续送来。不错，本宫的承诺不变，半个月内连本带利还给你。殿下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呗。你马上传到城，让永宁县的百姓来府衙领取鸭子，每户100只，1不准杀，2不准卖，3必须喂狗10天，违者重罚。另外，让百姓们把潲水通通存起来，不许倒，违者重罚。是。这100只鸭子一天吃30斤粮，10天就是300斤呐！我们哪还有余粮啊？太子殿下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呐！对，这纨绔当官，遭殃的是我们百姓。就是这最重要的，还不让我们去倒潲水，这厨房不得臭翻天呢！这也太荒唐了！太子殿下这样翻来覆去的折磨百姓，这难道没人管吗？这谁敢管？那可是太子。殿下，您把百姓活命的粮食都喂了鸭子，你这是不顾百姓死活。哎，殿下肯定有殿下自己的考虑，你急什么？比我以前还急。不过殿下，这坊间娘的骂的确实太难听了点。无妨，本宫这是为了救更多的人。蝗灾要来了。蝗灾。明统领，你马上安排人按照这个图纸做几批这个东西出来。这个是粪车，看着也不像。这个呀叫潲水喷雾车啊。这木桶呢用来发酵潲水，竹筒呢当做喷雾器，然后用猪肠作为软管进行一个连接。这发酵的潲水味道偏酸，喷在植物上，蝗虫不爱吃。哦，对了。你再做1万个这种能够防护面部的口罩出来。这是什么？是干什么的？潲水的味儿大，田间苍蝇多，防病啊。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去吧。哎，好。这东西好。蝗虫来了！都是那可恶的太子县令，要求我们无偿养鸭子，之后又不让我们倒潲水，现在蝗灾都来了，接二连三，这可叫大家怎么活呀？走，还拿镰刀割麦子去！你疯了！麦子还没熟透呢！哎呀，蝗虫来了，再不割就全啃光了呀！走。慢着！太子殿下有令，永宁县不得擅自割麦。你谁呀？这蝗虫都到眼皮子底下了，现在不割还等什么？就是这。太子位林墨云，殿下已备治蝗之法，还请诸位乡亲们别着急。什么法子啊？放鸭入田，
军爷，你可别说笑了。打仗您行，种地可别瞎指挥。从来没听说过这鸭子能吃蝗虫的。诸位乡亲们，我林某愿以性命担保，此法乃殿下钦定，若不灵，我林墨云自请革职。勉强信你。走，赶鸭去，赶鸭去。哎呀，有不用啊？真的有用！哎呀，那鸭还真的有用啊！蝗虫都不敢给我灌下来了，真吃了。太子殿下月前分发鸭苗，为的就是此刻。诸位，现在可信了？信了。太子殿下可真是活菩萨呀！哎，为了帮大家保住粮食，送来这么多鸭子，哎，这得花多少钱？哎呀，当初殿下让我家照顾鸭子，我还以为他劳民伤财，私下骂了他好几回，原来是我误会了太子殿下呀！乡亲们，鸭子总有吃饱的时候，抄家伙，随我去火！人都到齐了吧？到齐了。好，乡亲们，本宫宣布个事儿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的扫黄大队就正式成立了。好！凡是参与治黄工作的呢，工钱日结啊，家里损失低于20%的，工钱翻倍。哇，这个钱啊！谁要是能想出更好的扫黄法子，本宫赏他100两银子。100两！太子殿下自掏腰包，这么天才了！这还等啥？干他丫的！扫黄！扫黄！殿下，有个叫王二狗的发现了火把可以吸引蝗虫。哎，这个好啊！这样一来，咱们夜间也能扫黄了啊！那个传令下去，全县通报，就说这个王二狗发现了新的扫黄之法啊，赏银100两。其他人要是谁有新的办法，皆有重赏。去吧。是。因王二狗发现灭蝗之法有功，殿下特赏100两。殿下另派2人护你半月，以防小人眼红。多谢太子殿下，殿下大恩，二狗无以为报。以后修缮祖屋，必定为殿下供奉长生之位，早晚一炷香，晨昏3叩首。这太子殿下坐镇我们永陵县，哎呀，真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呀！哎呀，林将军，这蝗虫越来越多，鸭子都撑不住了。哎呀，这麦必须割了呀！哎呀，再不割就晚了呀！诸位乡亲父老，别急，殿下还有后事。推上来。粪桶，这结构呀，贴什么乱呢？诸位乡亲，此物名为喷雾车，是用来装各位家里的潲水的。此物可防蝗虫。你可拉倒吧，潲水，我还是从来没听说过潲水还能防虫的。诸位乡亲，稍安勿躁。之前养鸭子的时候，诸位已经信过殿下一次了，不妨再信一次。要我说啊，大家就再信殿下一次啊！信一次就信一次啊！我先来。好，信一次。哎呀，有效果呀！哎呀，这潲水还真有用啊！我亲眼看见那蝗虫
都不肯卖的。太子殿下让你们储存少水，就是为了此刻。我去，这太子殿下真是神了！原来他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帮助大家呀！没错，我之前还以为太子殿下是在干坏事，现在看来，是我自己太蠢啊！殿下，永宁县这2天在组织百姓抵抗蝗灾，咱们派去的京兆府巡视组被太子关押在县衙了。荒唐！天灾岂是人力可以抵抗的？但是城内的百姓蜂拥下乡。表哥，这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呢。那若是真让这王安成了，那本王岂不就成了满朝的笑柄？当初在御前主力提前收割的事本，若是真让他用抗黄宝粮赢了人心，那这损失7成粮的罪责谁来？本王绝不能此事。飞马，去巡城司借兵200，他王安敢抗旨，本王就敢执法。事了之后，你再让张真去父皇面前点一把火。是。果然没收粮。少帅，这少帅呀，真有用啊！站住！标明听令，朝廷严厉收割小麦，尔等抗旨不遵，全部拿下！这太子殿下让这么做的呀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抗旨，尔等同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给我把这个破车砍了！这帮刁民，让你们永宁县知道抗旨的下场！给我拿下！住手！呀，惠王殿下，这是刚掏了泔水桶出来啊！王安，你聚众抗旨，是不是想造反？圣旨上说提前收割，又没说立即收割。我让乡亲们晚收割2天，犯哪条法了？倒是你带着这么多人跑我永宁县来闹事儿啊！你这样，你呢？你跪下，你给我道个歉，我就既往不咎了。我给你跪下，你以为你的马比我大，我就要给你跪下吗？你下来试试，来。哎呀，我去，我下，怎么着？还我的马比你大？你以为我就马比你大吗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，我能？你是手脏，用这个。臭不要脸的啊！老子他妈忍你他妈很长时间了。打得好！就是这样。活该！再让本宫看见你来我们永宁县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你会后悔的。走，我。哎呀！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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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殿下，危险你！不过殿下，惠王此番回去，必定会告御状。哎，你帮我看看我这是不是破了？我是破了一下。这红可好啊！不是你这玩意儿不好使啊！抱歉殿下，我也没想到这能派上这么大用场。下次一定给您准备一把趁手的。下次注意点啊！还出不出血了？有点红，没出血就行。哎，
逆子，为何要打你的兄长啊？父皇，是他先动的手啊，他先动手打的我，父皇，你看他给我打的，父皇，你要是不替儿臣做主，那儿臣就不活了。你血口喷人是吧？对，我就喷你了，怎么的？陛下，太子不仅违抗朝廷的收粮令，他身为太子，当街殴打亲王，这成何体统啊？臣请严惩。老七，你还有何话说呀？父皇，朝廷下令提前收割啊，但是也没规定具体期限呢。我只是让百姓延迟3日收割庄稼，这样一来呢，等到庄稼90%收时再收，我们能够多保30%的粮啊！我何错之有啊？蝗灾当前，岂容儿戏？这万一没有万一，永宁县的蝗灾已经平定，损失的粮食不超过1成。不可能，自古蝗灾不可抗。父皇若是不信，那大可以派钦差前往。若是儿臣所言有序，我这个太子啊，不当也罢。你这逆子，给朕滚回府去，闭门思过，好好反省。事情没查清楚以前，你若再是惹是生非，朕打断你的腿。回去好好养伤。儿臣告退。父皇，啊，老六，你说什么？他聚众数千，形同造反呢。那你撕掉护城卫，又待何讲啊？你二人就是狗咬狗，一嘴毛，给我退下！陛下，家相，你说这永宁县真的能保住70%的粮食吗？若太子之法可行，则是社稷之福。但此消息绝不可外泄，否则其余各县民怨沸腾，恐生大祸。这个小子总是在闯祸和救国之间反复的横跳。家相，你还是亲自到田间去看一看。臣遵旨。哎呀，殿下，假相听说今日私访，听说回去之后好像饿了。哎呀，这下那老头该信了吧？参见太子殿下。不知殿下今日来所为何事？苏姑娘，我之前拜托你买地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幸不辱命，穆遮似乎捡了个不小的便宜。捡便宜？说说看。这是新迁的地契，城西20里外，清河支脉旁有上百顷地。京畿之地，即便是下等良田，那也要20余两。这100顷之地，怕不是要12万两银子？殿下，不用这么多，只需5万两，定金2万已付，尾款再付3万两即可。不到10两一亩。穆遮，这卖家是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是通过几位昔日人脉所得。他素有急用，故而价格极低。我见机不可失，便速拿下。太子殿下是觉得有何不妥？不，是太妥了，反倒让人生疑。这样，明日你随本宫前往，亲自去这个地方看一看。是。这个就是你卖给我的地。殿下。周管家，这分明是风化多年的废地，连耕种都不能。即便是对环境要求极低的作物，它也是不能活。烦请你给个解释。殿下恕罪，苏小姐恕罪，买卖是老爷定的，小人只管跑腿。
家老爷谁呀？回殿下，我家老爷姓韩名松，人人都说他是京城第一首富。昌王，你们家老爷挺厉害啊，连官府经营的盐铁生都能插上一手，从中分得一杯羹。麻溜把这地给我退了。殿下，白纸黑字，人货两讫，只怕我家老爷也坐不住这晦气的主啊。您还是到远处看看，稍远的地方条件更好的。殿下恕罪，是穆哲糊涂，竟不知中了歹人的圈套，还误了殿下安置流民的大事。穆哲万死难辞其咎。哎，出手的是昌王，他们要坑的是本宫，与你无关。这片盐碱地无法耕种，便没有办法安置流民。让我与张征、徐怀之在抡才大典上赌约，便是要输了。一个惠王还不够，就连这昌王也按捺不住要出手。好歹毒的计策，殿下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不错啊，穆哲，你马上回去安排人到这个盐碱地打几口盐井。殿下，这地哪里有盐矿？怎么没有盐？本宫说它有，它就有。你忘了咱们上次不是找了回房屋的仓库吗？所以呢？朝着这么，我记得这荣国公府应该是有数万斤的官盐吧？马上安排啊！好，这次我让这韩家连本带利的都给我吐。殿下，井盐已打好2口，但只是出的普通的地下水，并非出制作精盐的卤水。无妨，我根本没打算让你们打出盐来。那为何花上千两银子打口井？就这块破地，韩松敢卖咱们5万两银子，你不妨想一想，他若是知道咱们在这块地上打出盐来，他会作何感想？那肯定把地要回去啊！可咱们没有盐呐。前几日查封荣国公府，不是有几万斤上好的食盐吗？现在这些盐啊，就在你们苏家的仓库里。这个我知道，现在是2码事。查的盐在我们仓库，这个我明白。现在是井里边花了这么多钱，打了井还没有打出盐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啊？现在是这样，你是不是需要盐？而我们现在正好查出来的盐，这个盐就在你仓库，你能不能听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明白，仓库里边的盐是从国公府查过来的，但是现在这个井里边没出盐，他井不出盐，但是我们有盐，我们有盐就在你仓库里边。为什么这个韩松他为什么快去问你们家小姐去？也行，打这么多井，花这么多钱，还没出盐。告诉孙不者，让他赶紧给我换个管家。殿下，殿下，陛下急召。又来了。哎，殿下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这从荣国府抄没的官盐已分批投入市面，3日内盐价从50文降到了30文，韩家各个部门可罗雀。这粗盐啊，已堆积如山。对了，今早他们有3家商铺挂牌歇业，损失超万两。盐井那边的饵都下了吧？放心，昨晚韩家已偷走我们准备好的卤水。鱼一咬钩，告诉苏家可以动手了。是。爹，出盐了。咸的啊！这么说，那块盐碱地真能出盐？对，那块地我卖了5万两，如今怕是值100万两都不止啊！爹，你必须要回来！
契约上有条款，若买家延迟付款，那么我们韩家可以半价收回。苏家是不是还差3万两尾款没结？可是苏家已经把那3万两送来了。什么？价钱也要买回来。好，你去找苏家的主持人，跟他谈。去，哎，记住，找一家最便宜的面馆。算了，我亲自去。苏管家，吃面，他们家分大令足，特意选的这地儿。韩老爷约苏某至此，就是为了那块废地。实不相瞒，那块地是我韩家祖地，老夫卖地实为不孝啊，还望苏家成全，允我赎回。哎呀，这5万两原数付款。地是太子殿下要的，太子若是要钱，老夫愿再加5万两。8万两。韩老爷既无诚意，苏某告退。哎，且慢，还望苏管家开个价。100万两，1文不能少。什么？100万两？那只是一块废地呀！废地，韩老爷，您昨晚上熬出来的白霜，莫不是他？殿下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把您的原话一说，这个韩松二话不说就把钱拿出来了。殿下，您还别说，你们俩的脑子还真像。苏管家，送你4个字啊，勤能补拙。勤能补什么啊？没事。祝苏管家在苏家以后一帆风顺啊！领赏去吧。谢谢殿下。补拙，勤能补拙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个韩老板翻遍了那片地，却连一粒盐星子都没发现，是个什么表情？100万两啊，那可是我韩家积累多年的信银，就这么被太子给掏空。这眼下严家大跌，但是靠那绾夸太子打的2口井，怕是难有作为。不如咱们再多打2口井。盐多了，价就贱。如果我们想多赚一笔的话，只有让严家涨上去，涨得比以前还高。爹的意思是联合其他盐商。你去把这块地产出上等建言的消息放出去，许诺分他们一杯羹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这样他们就会帮我们一起把盐价给抬上去。太子啊，太子，你空有一座宝山而不自知，真是愚蠢透顶，活该我发财。爹，我按照您的吩咐又多开了2口井。姑娘说，这次深度一定够。哎呦，做得好！二位，今日同大家一起来见证我韩家新盐井开炉，往后啊，这财源如同这卤水一样滚滚而来。哎呀，好说，等你好消息。新出炉的卤水，二位，看看这头颅，这真是卤水。苏老板若是不信，可尝一尝。老夫先尝尝。贾老板，滋味如何呀？是否浓醇？韩老板，大家都是场面上的，你这般消遣，我能是得了？赵老板，你何出此言呢？
这分明是普通碱水，毫无纤维。普通碱水。你是怎么监督的？冤枉啊，爹！这姑娘都是按照规矩来的，一定是这口井的位置不对，咱们再换一口，换一口。换这个去，咱们换一口啊！起来，尝尝。韩老爷，看来今日不成，在下告辞了。陛下根本无言，韩老爷莫不是在戏我的？告辞。且慢，二位且慢，这还有一口，之前是出过经验的，二位肯定不会再出错了。二位稍等，这那口井上大殿，二位稍等。还请二位最后一声。韩老爷，告辞了。别，嗨，这怎么会呢？明明之前就是咸的嘛！是局，是太子做的局，那个老鼠是假的，他故意引我上钩，有一块废地，骗了我100万两。爹，你可不能有事，爹！我韩家与你势不两立。谁骂我？这是。是太子殿下。殿下，殿下大恩呐！要是没有您，我们哪有这么好的收成呢？还请陛下让我们款待于您，给我们一个报恩的机会。不用了啊！乡亲们的好意呢，本宫心领了。不过呢，本宫今日前来有要事要做啊。是这样的，今天那几个人为何垂头丧气的？那是邻村的，他们听了朝廷的话，麦子没熟就给他割了，现在损失惨重。他们是到我们村里来捡麦穗讨生活，也是个苦命人。这京城的粮食又要出大问题了。诸位，本宫今日前来有2件事情。这第一件事情嘛，便是祝贺大家迎来了丰收。这第2件事啊，便是要回收这些治黄的鸭子。诸位养鸭有功，本宫论鸭行赏，每只鸭子我赏你们20文。另外，如果诸位想继续养呢，用粮食换就行了。这第2件事嘛，便是本宫欲用高出市面3倍的价格回收诸位手中2成的新粮。有想收的啊，去找你们里长报名吧。20文，第4鸭子20文。哎呀，天哪！我没有听错吧？我有150只鸭子，那算起来正好3两银子呀！10天我就赚了这么多银子。这都是殿下仁慈啊！换做别人，大伙想都别想。殿下真是菩萨心肠啊！好了，哎，去吧。是，诸位，我们去收鸭子吧。哎呀，收鸭子！殿下，鸭子已清点完毕，总数就在这儿。行，回去之后啊，先杀一批，然后给本宫找几个最好的厨子过来。本宫这儿有几道秘制的烹饪秘法，让他们按照方法烹饪出来。本宫明日要大宴宾客。好。殿下，这是
我来吃点。猪血菜。诸位吃的可还满意啊？好，草民这辈子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这莫不是宫里面的菜肴？哎呀，这要是以后能经常吃到，那可太好了。行了，该说正事了。之前咱们那批鸭子，现在是时候该处理了。本宫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由本宫全部买断，加价100；这第2个呀，就是你们自己把鸭子领回去，本宫赐你们致富金，你们领回去的越多，本宫赠的越多。殿下，致富金为何物啊？当然是能让人致富的东西，有了它，就相当于掌握了财富密码。那殿下有了致富金，是不是就可以发家致富？看你这话说的，要是真这样，那朝廷不就给每个百姓都发，咱大燕子民不都发财了吗？殿下，那我想选第一本。好吧，看样子这鸭子我得自己全收了。殿下，草民愿意选择第2个。不错啊，本宫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个人才。这样，你呢是第一个选择领回鸭子的人，本宫多赠你1本。多谢殿下。财富密码初级篇，泡菜以及酸菜的老鸭汤制作方法，鸭血粉丝汤、小吃摊的经营流程，风味板鸭的风干技巧、注意事项。殿下，这几本菜谱，莫不是之前我们吃的这些无上美味？不错，在这之上啊，还有中级篇、高级篇，这越往上东西越妙。不过呀，想要中级篇往上的，需要你们把鸭子全部买断，并且帮助本宫异地收粮。放心，本宫会以正常的粮价收粮，绝不让尔等吃亏。好，殿下，刚才草民草率了，现在想选第2本，还来得及吗？草民选第2个，我没选。好，人人有份，都不白来。哎。财富密码终极篇，五香板鸭的进一步制作工艺，松花皮蛋的制作教程，鸭舌、鸭头、鸭肠、鸭掌特色制作。财富密码高级篇，饱暖御寒神物，鸭绒的提取和使用。这寻常百姓都用稻草御寒，这富贵人家又用的是皮毛。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，可是这鸭绒却取之不尽。殿下，这高级篇简直就是一座金山了，殿下。啊，人人有份儿啊！不过东西给你们，切莫外传，还有最好不要在京城经营。愿尔等好生经营，惠及乡民，切莫与您争利。谢殿下。殿下，今日司农寺传出消息，说蝗灾导致京城周边的粮食产量减少了50%。近几日粮价如何呀？粮价已连涨8日，昨日涨了3成半，今日恐超4成。这群粮商囤粮居奇，真以为我朝廷是吃干饭的？传令下来，县衙以双倍市面价格进行收粮，他们有多少，我们收多少。殿下，这样做的话，恐会激起民愤。万一那些粮商抬价怎么办？我要的就是他们疯狂的运粮进城，只有京城的粮食越多，这粮价呀崩的才越快啊！去办吧。哦，是。哎，殿下，还有一事，崔家派人来传讯，说崔家愿赠10万担粮食，助殿下成事。条件吧，他们倒什么都没要，只要殿下一个承诺。什么承诺？这方面也没说什么，就说殿下龙章凤姿，祝殿下贵气天成，说殿下一定能听得懂。我是听不太懂。这个崔家呀，行，答应他们啊。对了，回头等你空的时候啊，带着苏成一块去白石滩测算面积啊。
白石滩是哪？是假象免费借给咱们用的地，马上就要6月了，汛期快来了。现在的难民营啊，一旦清河涨水，就会变得非常危险。我打算等白石滩建成之后，让难民们一块搬过去。是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知不知道这粮价为什么疯涨吗？为什么呀？我表哥在里边当差啊，我听他说是太子在背后为粮商撑腰。这造孽！身为一国太子，不思为国为民，居然趁着蝗灾坐地起价，不管老百姓死活，良心何在呀？哎呀，身为一国储君，不去赈灾，反而抬高粮价，这不是要吸干咱们百姓的血吗？对呀，这样，明天咱们去正阳门下，让陛下给我们做主，好不好？殿下，苏家已在各地筹集了30万担粮，献于殿下。那就多谢苏姑娘了。殿下，你与我其实不必这么客气的。殿下，崔家的50万担粮已抵京，剩下的150万担粮10日内便可抵达。好，东风已至，加上咱们手中的存粮，足够撑上10天了。传令下去，明日某时，永宁县所有的惠民粮铺同时开张，粮价每担200文。另外，在各街口增设粥铺，免费施粥。是。殿下，您这是要与满京城的粮商正式开战？不，本宫要的呀，是将他们连根拔起。惠王殿下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按照王爷的计划，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目前一切顺利，恐怕用不了明天，全城至少有1半的百姓都会知道，这次粮价暴涨的背后是由太子引发的。徐怀志大人已经按照王爷的吩咐，扣押了京兆府请拨的平价粮款，并且准备了证据，明日朝会便可发难。光是朝会弹劾可不够啊，要让百姓恨他，要让父皇彻底对他失望。王爷，我已经雇了100余人，藏进了义民当中。明日我便让他们去游行，直指太子抬价害民。去做吧，记得手脚干净一些。至于那些参与游行的饥民，王爷英明啊，只是如果太子真有粮放赈，那这游行只怕……就他那些粮食，杯水车薪。更何况本王还有后事，北京军粮的亏空需要高价粮的利来补。太子啊，是你自己撞上来的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：户部粮草充裕，京中粮价飞涨，百姓饥馑，为何至今不开仓平调？户部扣押钱粮，是要坐视百姓饿死吗？户部作何解释啊？陛下息怒，京兆府申请诚意批复，粮草理应早已拨付。陛下，是臣暂扣的钱粮，可是即便放粮，也难以解京城之危。臣要弹劾太子王安，勾结奸商，哄抬粮价，致使民不聊生。你说什么？还请陛下明鉴，此乃太子亲笔所出高抬粮价的告示，且事情皆传，太子府与粮商韩松等过从甚密，吞粮图利。父皇，据密报，太子不仅抬价，更是暗中挪用北境军粮以填私库，来填补他高价收入粮的亏空，人证账本俱在。且京城民怨沸腾，皆因太子而起。为了社稷考虑，还请父皇明断。百家，朕亲赴永宁县，一看究竟。太子无道，抬价害民。去正阳门告御状，废太子！告御状，废太子！告御状！太子殿下仁德，开仓平调，上等粮米每担200文，凭永宁县户籍购买，无钱购粮者，街口粥棚免费施粥。200文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太子殿下千岁！千岁！太子哪来这么多粮？快走，这现在怎么办？人都走了，去找王爷，快走走走。千岁！千岁！你这粮从哪运来过来的？你谁呀？
买不买不买别捣乱啊！这是跟我无关，但你这价格定的也太低了，一整条件1600文一袋，你卖200文，这合适吗？我卖多少钱合不合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只听说过卖高不合适，没听说过卖低不合适。你买不买？你买别捣乱！我殿下，外面来了好多人啊！我知道，殿下，您让灵统领秘密搜寻的这些大人的事儿，小孩手掺和。看时辰，凤凰快到了，准备收网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儿臣拜见父皇。你们跟我进来。太子，有人告你哄抬良将，挪用军粮，你如何解释？回禀父皇，儿臣认为这纯属是瞎他妈扯淡。父皇，您刚刚也看见了啊，一片祥和呀！父皇，此间祥和定是皇帝临时作戏，儿臣有人证，现在就可以把人叫上来，以定其罪。皇兄说的人证可是张兰、顾清河呀，不用皇兄动手，人我来帮你带上来，想想怎么解释吧你。小莲是。人带到。大胆顾清河，说说吧，是谁指使你煽动民变，诬陷？行了，别看了，诬陷储君是死罪，当着父皇的面，如果还敢撒谎，那便是欺君。喂，诛九族了！陛下，是惠王殿下，是王爷指使我哄抬良将，所得7成利润都进了王府。顾清河，你给我有血口喷人了！陛下明鉴，王爷还指使小人伪造太子的笔记，煽动百姓。王爷还说北境粮草的亏空可以借此掩盖。大胆吊杀，竟敢反咬本王！住手！亏空军粮，老六，你怎么解释啊？父王，儿臣还有物证啊，就在那个小盒里边，这里边装的是我从张家搜出来的账本，里边记录着惠王的分赃明细。这密信乃是惠王亲笔，指使张兰哄抬良将，甚至不惜假造兵部调令，调用北境军粮，还望父皇明察。你个逆子！你居然为了敛财，敢动摇我边关的军阙，构陷储君，祸乱京城！都是王安，他构陷我，他很早之前就看儿臣不顺眼了。父皇，你相信陛下，惠王最正确，不是争权，而是祸国。请陛下为了天下，为了边关将士，公道严惩不贷。惠王王睿剥夺爵位，削去尊级，玩宗人子，永不得宠。俺党羽张兰交刑部，按律处置。清河斩立决。站住！是，来人去。太子，儿臣在。不，此番事情，你受委屈了。哎呀，父皇明鉴呐！平凉安民，揪出了巨奸，真正是有功于社稷的。即日起，总领户部及京畿的赈灾事项，切记稳住粮价，安抚民心，
王土虽大，凡民皆利，儿臣定不负父王所托，不负百姓所愿。还是下不赢殿下。殿下，您只要交这棋，我一次没赢过。不过殿下，您此番这可是大获全胜啊，会王倒台，梁家已稳。殿下，您这声望可谓是如日中天。小玲啊，我得批评批评你了。胜的是我吗？胜的是百姓，胜的是公道啊！还有啊，这之后的粮食还要继续仰仗崔家。殿下您放心，经此一役啊，这崔家上下皆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不过殿下，您真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我听说啊，您家老大就大皇子不日便会回京了。无妨，水来土掩。小玲啊，记住本宫的这句话：为生民领命者，问心无